大家好，我是周文强老师，欢迎来到我们创业亲子训练营的第15集。我们这一集详细给大家讲企业自动化运营系统的第一大系统——分配系统。全天下所有的人都是为分而来，那首先一定要学会分钱，这是老板最大的核心，学会分钱才能懂得赚钱。那分配系统由5个机制所构成，第一个机制大家把它写下来，叫做薪酬机制。薪酬机制说白了就是如何给员工发工资。我们很多传统企业之所以没有活力，就是因为他给业务员发的是死工资。写上一句话，死工资是给死人发的，所以叫死工资。死工资会把一个鲜活的活蹦乱跳的人给他发成死人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公司死气沉沉的原因。所以绝对不能发死工资，要干嘛呢？写上低底薪高提成。低底薪高提成。给大家举个案例啊。假如说今天有一个人啊，比如说我吧，我是一个业务员，然后呢，我胸怀大志啊，我一定要赚大钱啊，我一定要赡养父母，我一定要买房买车。哎，这个时候我去公司面试啊，我找了2家公司，一家 A 公司，一家 B 公司。A 公司呢，每个公司都有底薪啊，3000、4000、5000、8000、7000、1万。那我就会问了，我说在咱们公司啊，怎么样才能拿到1万呢？啊，在公司干满7年就1万了啊，那怎么样？这个来公司多少钱？来公司啊，5000底薪开始。哎，听完以后，请问如果我是一个很有强烈企图心的人，我会不会加入这样的公司？我不会。我找到了个 B 公司 ，B 公司呢0底薪，最低没有底薪，只有提成啊。然后呢，我就问了，我说你们这个公司最高工资多少钱？30万，一个月赚30万吗？对呀，干多久能赚30万？那不一定啊。那我们这个同学在我们这儿干了不到2个月就赚了30万呀。那最低呢？0。那怎么样0呢？那你不开单就0啊。哎，我就会选择 B 公司加入。就是你们公司的薪酬机制直接决定了你的公司会吸引什么样的人。那假如说我是一个很自卑、很内向啊、很痛苦、很不相信自己的一个人，我也去了 A 公司和 B 公司，那我一定会选择 A 公司，因为我会认为我来到这儿啊，肯定是那个开不了单的人，我最拿个5000块钱挺好，我到这些公司能拿0。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很自信、业务能力很强的人，那我去到这2家公司以后，我一听说 B 公司一个月最高30万，我就在想，我一定一个月能赚30万。哎，所以你们公司的薪酬机制啊，就已经决定了你们公司会吸引什么样的人。那我们设薪酬机制应该怎么设呢？啊，学习同行，以同行的价格做成一个参考，然后呢，低底薪高提成，而且这个提成啊，一定要有提点，不是说固定的啊。举个例子吧，比如说我们公司啊，最开始的时候啊，我们在最开始创业的时候，我们有3个档啊，写上10%。20%、30%，你可以拿到10%的提成，也可以拿到20%提成，也可以拿到30%提成。那你怎么拿到10%呢？啊，普通人，你的业绩做到0啊到10万之间，你就只能赚10%的提成。那如果你的业绩突破10万的部分，10万到30万的部分，就可以拿到20%。那如果你的业绩突破30万以上的部分，你可以拿到30%。就这个机制看似很简单，但是这里面玄机无限。你可以设定它超过了10万就变20%，啊，是超过的部分变20%，也可以设置只要你的业绩超过20万，比如说你这个月做了30万的业绩，这30万全按20%来算。来，你们算个账啊，30万20%的提成，来告诉我多少钱提成？是不是6万？那如果说他这个月只完成了10万块钱业绩，按照10%来算，多少钱提成？啊？只有1万，1万跟6万的差距是很大的啊！你可以选择超过部分按20%的来算，也可以按照只要超过这个线，你就全部按照这个来算。这样做就会让我们的业务员从月头到月尾都动力无穷。月头肯定有动力啊！如果完不成任务，我们有底薪啊，甚至你还可以设置有责任底薪。啊，特别做业务团队的有责任底薪，比如说1个月最少完成1万块钱业绩，要不然这个月没底薪，那他前面就很有动力，因为他一定要给自己定个目标，我要完成1万，最起码拿底薪，不能这个月白干啊！干着呢，干到这个月底了，他还会有动力，因为他这个月已经干到了将近20万，如果是能够拿到20%提成的话，他现在已经干到15万了。
干到15万挣到10%，如果我再冲击5万，我就能拿20%的提成，他就会动力无穷，就会让一个业务员从月头到动力都会有动力。所以这是薪酬机制，一定要按照行业标准，不能比行业的低太多。如果你是刚开始发展的，你完全可以甚至比行业的标准还高。但是当然了，如果你公司走到一定程度了以后求稳，那就是跟行业标准持平就行啊。但是可以多设几个档，这就是薪酬机制的核心的设计理念。写上第二个叫做期权机制。什么叫期权？写上分未来的钱叫期权。今天你找了个总经理过来你公司，你可以告诉他说，你今天做总经理，每年可以拿到公司3%到5%的这个提成。但是如果说我去年公司做了1000万的利润啊，这个一定要按照利润算啊，记住啊，按照利润算，不管是期权还是分红，一定要按利润算，不然你会亏钱的，一定要按利润算。那如果你今天我们上一年以前只能完成1000万的利润，如果你来了以后呢，好，我可以给你股份，我可以给你分红权。怎么分红权呢？我可以给你买房，给你买车。那一听肯定有吸引力啊！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超过1000万的部分，我可以拿出50%分给你，甚至60%。当然了，20、30都行，讲到他心花怒放为止啊！什么意思呢？假如说他今年在他的带领下完成了2000万的利润，那2000万的利润，如果我们给他发1000万部分的30%，那就是1000万乘以30%，多少钱？300万。那一个总经理除了底薪、除了提成以外，一年大概能够拿到100多万的这个年薪，还能拿到300万的提成，那很兴奋啊！那超过上市公司了 ，A 股上市公司的总裁也没有这么高啊。所以期权就是分未来的钱啊，你完全可以把期权用在你的这个公司啊，特别是总经理上，期权留人是非常好用的啊。话说啊，这个你公司有一个总裁跟了你很多年了，没房也没车，虽然给公司立下了号码功劳，但是只要同行给他发点工资，高一点提成，或者给了点股份，就被他挖走了，怎么办呢？对吧？你的张总就想买辆车，你的张总就想买个房，你完全可以给他个期权呀，对不对？给他设个期权啊，这个月啊，今年只要完成这个1000万的业绩啊，1000万的利润，哎，给你公司买套房。当然了，公司买套房写的是公司的名下，你只需要月供就行了。只要在公司干满5年，房子就是你的，那这不就是一下子把它留住了吗？对不对？完成了以后，房子是他的了，虽然写的是公司的名义，但是给他住了。啊，告诉他5年以后公司免费过户给你，那这5年月供是他叫月供，他会很努力干。有人说老师，他没有干满5年怎么办？那没有干满5年，他不是帮你白供了3年房子吗？那不挺好的吗？如果干满5年，哎，那你房子就是他的，那反正就是对公司来讲，那也这个也很盈利，这个账只要能算清楚就行。这就是期权。或者说你的总裁想买车，那你可以给他设个期权啊，完成多少业绩给他公司给他配台车呀。啊，不但公司可以对自己的总裁这样做期权，那我们作为经理人，我们也可以给这个团队做一个期权呀，都没问题啊。你可以激励你的团队，比如说你公司的这个第1名的业务员，他最近就想买一块手表，看半天了。比如说他想买一个劳力士的手表啊，其实也不贵，也就5万块钱，每一个月都给你创造了很大的业绩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给他做个期权，对吧？如果啊你今年能够完成多少钱的业绩啊，这个我作为你的经理，我送你一块手表啊，那他很兴奋，对不对？啊，拼命干。啊，因为这个，当然了，你会算到一个，就是他做的这个业绩拿到你手上的钱，你是赚的，你就可以给他设这个期权。我们不但可以给我们的员工设期权，还可以给我们的客户设期权。我曾经有一个学员啊，这个学员呢，他是一个开酒店的，他上完周老师的经营之道以后，就学会了如何用期权了。他那个酒店比较偏啊，位置很偏，然后呢，客户很少啊，一直在亏损。后来他就设了个期权，他怎么做的呢？他一个朋友专门就是开这个出租公司的，就跟所有的出租车司机讲啊，只要给我这个拉客户、介绍客户啊，成功以后啊，这个1天的房费啊，直接给你，就是你拉了个客户，你来了，你别管住几天啊，直接500块钱580就开了个980的房子，直接给你900块钱啊，现场给你发红包。那这个的士司机1天才能赚多少钱啊？对不对？那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没啥人，但是有一个的士司机拉了一个人介绍了，然后就咔嚓收了500块钱提成，那很兴奋啊！那马上在这个司机群里一说呢，所有司机都在拉人，对不对？他那个酒店比较偏啊，客户一上来啊，先生你要住酒店吗？啊，那平常以前都不问去哪，现在问的就是你去啊来旅游的啊，要不要住酒店？我有个非常好的酒店，对不对？你我给你拉那儿，很这个很便宜，很安静，环境很好，对吧？那多说一嘴，可能这客户就去了。所以
他的这个酒店的生意立刻就火爆起来，瞬间就买房了啊！所以期权非常好，是一个很好的工具，是一个很好激励人的工具啊。那比期权更高一个级别的是什么？叫分红权，分红机制。什么是分红机制呢？写上全员分红，才能全员引爆。写上经营企业以前叫奴隶制，后来叫什么？后来叫封建制，啊，再后来叫做雇佣制。而现在我想送你们一句话：雇佣制已死，合伙制时代已经来临。在今天这个年代，还有哪个这个员工想当员工？谁不想创业？对不对？有能力的，为啥你培养出去都创业了？因为都想创业。那如果说你给你员工一个出口，他只要在你这赚到钱了，他就能成为这个公司的股东，不就行了吗？怎么做？发分红，全员发分红。周老师在创业第一家公司的时候，我就跟我的员工讲过，我说如果你是来当员工的，你现在可以走了，我这里不招员工，我这里只招创业伙伴，我不需要你给我公司投1分钱，只要干得好，我每年给你发分红。我最开始的时候一年发个5个点出去，后来发10个点、20个点、30个点、40个点、50个点、60个点，就这么发，全员分红，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啊。那有人说了，老师，全员分红关键这钱怎么发呀？啊，周老师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来教会你们发啊。来，大家可以把这个表画本上啊，表画本上报给你们。第一个部分叫业绩啊，业绩占40%啊，写上业绩占40%。价值观占30%。刚开始企业没有价值观的话，你可以写上叫做贡献，啊，对这个企业的贡献啊占30%。如果你企业已经有企业文化了，而且可以在价值观考核了，就写上价值观占30%，业绩占40%，价值观占30%。啊，继续，人才10%，职位10%，年限10%。业绩40%，价值观占30%，人才占10%，职位占10%，年限占10%，加一起是不是刚好100%？这个比例是可动的啊，是可调的啊，可以随时换的啊。我们举一个案例啊，今天我们跟伙伴们说了啊，今年公司要拿出30%啊发分红，大家全力以赴，你们给公司省的每一分成本，你们给公司赚的每一分钱，到最后都是你们自己的钱，所以全员开始节省成本了。在座各位，如果没有这个分红机制，你的员工可能会增加业绩，但是你的员工绝对不可能帮你减少成本，因为跟他没有关系。我给大家举个案例啊，朋友们，我给大家举个案例，很直接的案例。假如说你现在是个业务员，你发明了一个方法，这个方法可以让你的业绩翻5倍。现在你的老板希望你上台把这个方法分享出来，请问一般的业务员愿不愿意分享？在传统企业愿不愿意分享？不愿意，他憋着。非要让他分享，给你分享点假的，不用还好，一用业绩还下滑了。来，在座各位，你现在是个经理，你是个经理，你现在孵化了你的这个属下呀，在你手上都变成优秀的卓越的人了，非常厉害。然后呢，老板就希望让你公司，让你那个团队最厉害的那个业务员裂变出去当一个经理，让你把你教做经理的方法全部免费分享给他。来，你愿不愿意？你更不愿意了。我是经理，我拿所有团队的提成，他是我公司的 top sales， 我把它分享出去以后，我没提成了，我为啥要分享啊？哎，是不是这样式儿了？各位，来，我再问你个问题啊，你现在是老板的左膀，老板一直想找个右臂，结果你突然有一天发现了一个人才，这个人才在你公司面试的时候被你发掘了，或者他就是你团队的一份子，或者说他是你的一个朋友，或者你在周老师的会上认识了。来，请问你愿不愿意把这个右臂推荐给你老板？不好意思，你不愿意，因为跟你没关系啊，而且他把你风光都抢了呀。来，再问你个问题，销售辛辛苦苦把单谈成了，结果呢，客户非要让咱们这个中秋节啊加个班给他把货发了。来，正常这个销售员想发货，但是销售员找那个专门负责发货的这个仓库，那仓库的人都已经下班了，都已经放假了。来，他愿不愿意帮你主动去跑过去加个班发个货？
跟他没有关系，他赚的是死工资，他也不愿意，那就影响客户了，那还说什么说？那客户一着急就找你的竞争对手下订单了。来，再问你个问题，你是一个公司的总监啊，财务总监，有公司有一个这个部门的这个一个副总，他做了一个方案，这个方案非常好，这个方案让公司只需要投资500万就有可能赚5000万，但是当然了也有可能亏损，但是这个赚的比例很大，大概能够达到了70%以上。当他向老板提这个方案的时候，老板说：“那个财务经理，你找财务经理吧，让那个财务总监核算一下。来，你是财务经理，你是财务总监，你会不会让这个方案通过呢？你不会。你为啥不会呢？因为通过了赚钱了跟我没有关，如果这笔钱出去亏了，老板一定屌我，甚至我会因此丢掉饭碗。所以这么好的方案就没有了。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提方案的这个人就有可能觉得这个公司不行，我就走了。那个业务员丢了客户，因为那个不给他加班发货啊，仓库他就也可能走了，甚至抱怨公司。那个本身就是一个右臂的啊，是公司是人才的，结果呢，那个左膀天天压到最后他也走了。啊，你是一个经理的 top sales， 本身经理对你挺好，结果你老板让经理提拔你，结果你的经理不想提拔你，天天还打压你，打压了，到最后说算了，妈干的不顺心，走吧，跳槽吧。来，这是不是传统企业遇到的问题？那我想问你个问题，只需要改一个机制。今天公司实施全员分红了。什么是全员分红？公司每一年拿出利润的40%分给全员。你在公司做的业绩最多，业绩这个比例能够占到40%，谁做的业绩多，谁就给他发40%，啊。然后呢，你的价值观考核非常正啊，你给公司做了很多的贡献啊，哪怕这种贡献不是说那种赚钱的贡献，比如说你是一个后勤，你帮公司省了很多钱，这也是贡献，占30%。